这绝对是一个重磅好消息！龙珠超剧场版要在今年4月份上线了，名字就叫《龙珠超超级英雄》。这次的内容主要是聚焦龙珠超第1季，但是会有更多的超级英雄的加入。这部作品直接跨越了还在连载的格兰诺拉篇，将时间线设定在原作魔人布欧篇10年以后。而官宣的2个预告片中，竟然出现了布罗利的身影，这位超级战士再次将观众的情绪拉满。非常期待这部时隔4年的龙珠剧场版大作。而龙珠超第2季也再次迎来好消息，通过官方的动作和根据以往的推测，有望今年10月份正式推出。在剧场版与第2季播出之前，咱们重新回顾一下龙珠超第1季的精彩内容。这一季的故事设定在打败魔人布欧以后，和平的日子让地球上的战士们都过上了安逸的生活。一个长得像猫一样的怪物突然闯入，他轻松毁灭掉2个星球，惊人的破坏力比弗利萨和魔人布欧都要强大，也为龙珠超带来了更加神秘的色彩，带着满满的期待感，逐渐被引入龙珠超的剧情中。通过祭王神的介绍，得知他是破坏神，并不是邪恶的大 boss， 他的存在就是为了保持宇宙间的平衡，防止人类的过度繁衍。这次为了寻找梦中的超级战士，来到了祭王星，而且和悟空进行了一番较量。超3状态的悟空瞬间就被他给秒杀了。知道悟空不是他要寻找的超级战士，便和他的随从天使离开了祭王星。但是回到破坏神星球后，他迟迟不能忘却梦中的超级战士。通过预言语得知，那是超级赛亚人之神转身又来到了地球。但是地球上的贝吉塔王子也毫不知情，而且因为布欧的冲动，地球差一点被消灭了。幸亏悟空及时从祭王星赶到，才避免悲剧的发生。通过神龙知道了如何才能变成超级赛亚人之神，需要5个赛亚人的力量注入另一个赛亚人体内。经过一番操作，悟空成功变身，与比鲁斯展开了神与神的较量。这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打斗，而且悟空成功将神的力量融入到自己体内。虽然战败了，但是这也让悟空和贝吉塔从此搭上了破坏神这条大船。在维斯的训练下，2人成功突破超蓝形态。而接下来，因为弗利萨的手下索尔被攻击不顺，利用神龙又复活了弗利萨大魔王。为了能够一雪前耻，彻底战胜悟空，从未进行过修炼的他，开始了为期4个月的闭关修炼。突破全新形态后，率领大军来到地球，他能够卷土重来，让悟空等人惊讶不已。而且在和悟空的战斗中，展示了自己的黄金形态。虽然样子有点土，但是他的战斗力达到了惊人的地步。这可只是他为期4个月的训练，如果和悟空一样保持长久的训练，想必破坏神都不是他的对手。但世界上毕竟没有后悔药，弗利萨再次战败，又被送回了地狱中。内心越邪恶的人，看到美好的事物越痛苦，这也是为什么他的地狱那么像天堂了。弗利萨的故事告一段落，悟空和贝吉塔前往破坏神星球继续修炼。本以为宇宙之间只有一个破坏神，没想到比鲁斯还有一个孪生兄弟，他叫香帕，是第6宇宙的破坏神，一位名副其实的吃货。为了争夺天下第一美食的称号，2个破坏神竟然大打出手。幸亏天使及时出手阻止了这场浩劫，不然2个宇宙都会夷为平地。因为破坏神的力量过于强大，他们打算组织一场比武大赛，每个宇宙挑出10名选手，胜出的不但可以赢走超级龙珠，而且可以拥有地球上的一切美食。经过一番号召，每个宇宙都派出了10个参赛选手。小喽啰之间的战斗我们就不提了，这里重点提一个人物，他就是希特，是第6宇宙绝对的王牌选手，拥有一项特殊技能，能让时间停止的闪时功。贝爷刚上场3秒就被 KO 了，而悟空刚开始也惨遭通缉。不过有贝爷的电场，悟空通过观察找出了他的一些破绽，预知了他击打时的动作习惯，这也让希特的攻击没有那么顺利，而且差点被悟空打倒。但是没想到他的闪时功会随着战斗变得更加厉害，能静止的时间变得更长。悟空被打得节节败退，战斗到最后，悟空利用祭王拳的加持，2人才打成了平手，并且惺惺相惜，竟然忘却了这是一场破坏神组织的格斗比赛。希特的失败惹得香帕非常不高兴，悟空本想出手帮助希特，却引来比鲁斯的嘲讽，告诉他们：你们不过是我们的玩偶，不要得意忘形，试图挑战破坏神的权威。正在危急关头，拳王突然出现了，他看到这场战斗这么有意思，想组织一场所有宇宙的格斗比赛，这为后面的剧情埋下了伏笔。破坏神想法的事情告一段落，和平的生活又闯入了一个御剑少年，他就是从未来穿越而来的大特。因为在未来遭遇不测，前来寻找帮助。在未来有一个恶人和悟空一模一样，将整个宇宙弄得乌烟瘴气，并且杀死了所有的神。大特穿越时空，造成了暂时的时空扭曲，黑悟空也被带到了过去。通过他的奇迹发现，与第10宇宙的神非常相似。比鲁斯3人前往第10宇宙展开调查，但就因为这次的事件，让本来就心存邪念的扎马斯恨上了人类，内心暗自下定决心，要将人类完全清除掉。比鲁斯他们并没有发现任何异样，再次返回到地球，为了弄清楚到底怎么回事，悟空等人乘坐时光机打算一探究竟。未来的世界非常惨烈，地球满目疮痍，这简直就是地狱啊！幸存的人类全部躲在地下防空洞中，而悟空和贝吉塔早已按耐不住，想赶紧消灭掉黑悟空。但当他真出现的时候，惊呆了众人，竟然和悟空长得一模一样，而且力量非常强悍。贝吉塔的超然形态瞬间被他打趴下了，连悟空也不是他的对手。而且扎马斯犹如天神一般从天而降，但他可不是来帮助悟空的，就是他们2个联手将未来的世界弄得乌烟瘴气。作为祭王神的候选人，竟然做出这样的事情，但是已经没有时间让他们感叹了。2人再次发起攻击，悟空与大特疲于迎战，经过数百回合，终于全军覆没。一场战斗就这样以失败而告终。他们坐上时光机返回到过去，这次有了更加明确的目标，再次前往第10宇宙进行调查。
查，经过比鲁斯的观察，扎马斯果然动了杀机，要将老绝望神消灭掉，然后取而代之。但是幸亏比鲁斯及时赶到，阻止了悲剧的发生，扎马斯也被彻底摧毁了。本以为事情就此结束了，未来会被改写，变成和平的世界，没想到根本没有任何变化，依然非常糟糕。而且经过上次的战斗，黑悟空变得更加厉害了，将悟空的身体都击穿了，他们再次铩羽而归。现在整个事情变得非常棘手，而且扎马斯还运用了不死之身，现在只能利用魔风波才有可能赢得胜利。悟空去到龟仙人那里，学习了魔风波的使用方法，他们再次信心满满的来到未来。但万万没想到，大特成功施展了魔风波，竟然忘带封印条了，这下麻烦了，完全不可能将它封印在罐子内。扎马斯逃出后心有余悸，他们不再妄自尊大，选择利用耳环进行合体。一阵耀眼的光束后，全新的扎马斯从天而降，犹如万事万物的救世主一般，力量变得更加强大，众人联手都不是他的对手。在危急关头，悟空和贝吉塔也选择了合体，贝吉特闪亮登场，虽然在力量上能够压制他，但是合体时间竟然变得如此短暂，越是危险时刻，C 人越能逆袭，大到瞬间战力爆棚，无数的亡灵给了他无穷的力量，一把利刃之剑从手中出现，瞬间将扎马斯一刀两半。他难以置信，自己本是不死之身，现在连一个完整的身体都没有。所有人都沉浸在喜悦之中，但是天空骤变，出现无数个扎马斯的身影，宇宙犹如混沌未开一般。此时悟空突然想起拳王给他的遥控器，只要按下这个东西，无论他在哪里，拳王都能找到。看到此情此景，拳王非常不开心，单手一举，整个宇宙瞬间消失了。而悟空他们安全返回到了过去，黑悟空的事情终于告段落。下面就到了整体最精彩的一部分。根据拳王的指示，12个宇宙，每个宇宙派出10名选手，此次宇宙武道大赛输的队伍要连同整个宇宙一起消灭掉，这给整个大赛带来的紧张的气氛。地球上的战士们在积极备战，因为选手不够，悟空将弗利萨带出了地狱，让他帮助第7宇宙赢得比赛。但是弗利萨大王一贯邪恶的嘴脸，能否遵从呢？大神官一声令下，比赛正式开始了。地球上的战士以悟饭为队长，本来商定的有战术，但是贝吉塔等人根本不遵从，瞬间就剩下一堆战五渣留守阵地。这场大战非比寻常，刚开始几秒钟就有一个宇宙被消灭了。众人看到拳王来真的了，一个个吓得目瞪口呆，因为发展的时间太久，宇宙现在已经非常多了。通过这场优胜劣汰的方式，拳王要消灭掉战斗力太弱的宇宙。而悟空这次有2个非常明确的战斗目标，一个是未分胜负的希特，而另一个就是吉连，他是龙珠超第1季中实力最强的战士。悟空用出全力也不是他的对手，而他的元气弹也没能伤吉连分毫，反而击中了自己。但就是这次的对战，让悟空成功突破全新形态，自带极攻。虽然是初级水平，但是已经和吉连旗鼓相当了。而在后面的战斗中，悟空逐渐适应了这种形态，而且更加趋于完美。这可是一种连破坏神都未能完全掌握的形态。宇宙武道大赛中间的过程就不再赘述了，喜欢的可以去追这部剧，因为后面几十集都是在赛场上的大战，可以说非常燃，各色人等都有。最后留下了2个宇宙的选手，吉连所在的第11宇宙和悟空所在的第7宇宙。地球的战士利用车轮战和集体战术，终于将吉连打败。而他最后也明白了一个道理，团结就是力量。第7宇宙最后剩下17号，而根据大赛的规定，胜利的宇宙不但不会被消灭，而且可以拥有超级龙珠。善良的17号并没有许下私人愿望，而是希望消失的宇宙全都复活，这其实才是拳王的根本目的。如果战胜的宇宙没有许下这样的愿望，会真的被消灭掉，结局是大欢喜的结局。而整部龙珠超大家吐槽最多的就是战力崩塌，可能创作者的本意并不是如此，只是因为上升到宏大的场景下，面对宇宙各式各样的超级战士，无法准确把握战斗力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放松心态，欣赏这部龙珠巨制，因为龙珠是一部伴随我们几十年的动漫，还一直能够保持更新，这就足以了，何必强求那么多呢？你们说呢？